虽然韩国都已经股灾，有人跳楼了，但真正引爆亚洲金融海啸的炸弹，让亚洲人把这20-30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交出来的，不是韩国。上一期我说它只是第一站，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，它才是真正掐着美国 AI 的脖子。这个国家在最近的3年做了同一件事4次，它不但可以让美股瞬间的崩盘，而且还警告了全世界，它可以随时直接刺破 AI 的这个泡沫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把这个国家彻底的掠夺，那么出事的就是美国资本家。什么意思呢？2024年的7月，日本突然把借钱的利息提高了，美股的恐慌指数直接飙到 65.7， 美国的科技股就暴跌了 16%。而第二次就更狠，去年2025年1月份，日本又升息了嘛，美国的科技股暴跌了 25%，AI 的泡沫就差点破了。第三次呢，就是去年底12月，日本再次升息，美股暴跌 12%。而现在第4次，今年2026年的6月，日本又升息了，现在的美股又跌了 8%。你会发现啊，这几年美股都是涨得好好的，但每一次的暴跌呢，都是在日本升息了之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的几年美股上涨的钱都是从日本借过去的，所以当日本想要把钱收走的时候，美股就会大跌嘛。所以是不是说，只要让日本它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把钱从美国抽走的话，那么美股就可以一直涨上去呢？但是反过来，如果这个收割的计划它失败了呢？各位，日本出事可能会引发的只是我们亚洲的金融海啸，但如果出事的是美国呢？这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，加上泡沫的股灾，那你会怎么选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雷森。如果你刚刚认识我呢，你可能会不知道，日本因为一直以来都是零利率，甚至是负利率，所以你去借日元呢，是几乎不怎么用还利息的，而且日元还可以很容易的换得到美元。也因为这样，在2022年，当美国把利息升到 5% 这么高的时候呢，全世界就在日本借钱，然后换成美元，再拿着美元去炒美股，去买 Nvidia 买 AI 的股票。当全世界都这样去卖美元买日元的时候呢，日元的汇率呢就会暴跌，同时美元跟美股呢就会暴涨。那这种套利交易有多少钱在做呢？直接借日元买美股的钱呢，大概是有 1.3到 1.7万亿美元左右了。但是如果说算上那些把美股拿去抵押，再去借钱，再去买美股的杠杆呢，这笔钱呢就有19万亿美元了。而美股的市值是多少呢？60-70万亿美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美股里面可能有1/3的钱都是从日本借过来的。如果日本把这1/3的钱抽走，你觉得美股会怎么样呢？美国会怎么样呢？所以美股它就有一个死穴，就是日元升值。因为你借的钱是日元嘛，如果说日元贬值了，那你还钱的时候就可以少还一点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日元升值了，你就要还更多的钱。就好像一开始所说的，前几年日本升息了之后，就让日元升值了。那些借了日元炒美股的人呢，他们还钱的时候，不但要去还多一点的利息，而且还要还多一点的美元。这样他们在美股赚回来的钱呢，就可能不够去还钱了。当他们还不起钱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被迫去卖掉股票去还。而当所有在日本借了钱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被迫卖美股的时候呢，美股就会因此暴跌了。而且日本它不只是提供了钱啊，上一期说啊，韩国的2家公司它控制了 HBM， 也就是 AI 的心脏，然后呢就被收割了。那日本呢，它控制的更是 AI 的细胞跟血管，也就是原材料跟设备啊，有一大半都是在日本的手上。比如说这个半导体里面有19种是比较重要的材料，而日本呢就有14种，市占率是全世界第一的。而半导体设备呢，日本有76项技术是直接绝对垄断的，就是说只有日本它才能做出来，市占率是超过 70% 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日本不给全世界卖半导体的材料跟设备，那么全世界任何一家搞晶片的工厂都可以去关门了。再简单来说呢，如果今天日本断你美国的资金，再去断你的原材料，那么不但整个美股会崩盘，而且整个 AI 的故事呢都将会变成笑话。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嘛，
就是做空日元，让日本再失去30年。可是，一旦日本他去自救反抗，让这个计划失败了呢？很多人觉得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会发生金融危机的，因为我都没钱了，又怎么会赔钱呢？赔钱的只会是那些中产阶级跟有钱人，对吧？但是当金融危机真的发生的时候呢？当财富重新分配，钱被转移出来，而你又不懂得怎么去捡的时候，你也会跟那些赔钱的人一样，成为这场危机的牺牲者。因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，阶级呢将会被固化20年左右，而这20年你都很难有机会去翻身，而有的人就会踩着你爬了上去。我的存在呢，就是帮大家把大部分人看不到，把我们投资人跟商人的视角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。所以人最赚钱的资产呢，它不是股票，不是房子，而是你的脑袋。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跟我们的思想连接起来。而如果你想让这部影片成为你的个人资产，你可以去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你就可以随时无限的找回来去看了。首先我们要思考的是动机，为什么日元必须要被做空啊？因为日元越便宜 ，AI 就越赚钱，美股就越涨。什么意思呢？日本有2家公司，一家叫东京电子，一家叫爱德万，全世界都要找他们去买 AI 晶片的原材料跟设备，所以看上去只要他们不卖给你，你就要去关门了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谁是他们的客户呢？你会发现这2家公司赚的钱有80%-90%都是来自于亚洲的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客户都是亚洲人啊。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客户，那么就算他们要闹，要不跟你去做生意，那关门的也只是亚洲的工厂而已啊，关美国什么事呢？其实很简单嘛，日本呢它是 AI 晶片的上游，就是他们是负责提供原材料的，那这些原材料要卖给谁呢？是不是要卖给中游，也就是三星跟台积电这类的亚洲工厂嘛？他们负责生产，把原材料变成晶片，那最后谁去买这个晶片，谁去付钱呢？谁去把晶片变成产品卖给全世界呢？就是下游，也就是美国的 NVIDIA 嘛。所以日本这2家公司自己也说了，他们亚洲的订单之所以暴增呢，是因为美国对晶片的需求增加。简单来说呢，表面上虽然他们的原材料是卖给亚洲的客户的，但其实最后付钱的、下单的是美国的客户。所以理论上呢，只要日本不卖原材料给亚洲的客户，亚洲的客户呢就没有晶片卖给美国。美国的 AI 故事呢，也就跟着 GG 了。所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日本不敢不卖，甚至要打折也要把他们手上的原材料拿出来卖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出来卖东西呢？就是因为他想要赚钱嘛。那为什么他想要赚钱呢？就是因为他缺钱嘛。就是今天如果你都没钱吃饭了，你手上唯一能变成钱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打折也要卖给我呢？那怎么才能让日本变缺钱呢？就现在全世界都抢着去买它的原材料，他想要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啊。其实答案呢也很简单，就是让日元贬值。当日元贬值的时候呢，日本卖的东西是不是就会变便宜了？就是一般人看到日元贬值了，你也会考虑去日本旅游嘛，因为那边卖的东西对你来说变便宜了嘛。而反过来，日元贬值了，日本人到其他地方去旅游，或者在全世界进口买东西，是不是就变贵了？所以当你卖的东西变便宜了，你能赚回来的钱就变少了，而你要买的东西却变贵了，你要花出去的钱变多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更缺钱了？也就是说，只要美国的资本家去做空日元，让日元贬值，那么日本人就会更缺钱。而当你更缺钱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东西不卖也得卖，而且你还要便宜的去卖。当你卖的东西越便宜呢，美国买回来的晶片就越便宜了，美国的 AI 公司成本呢就越低了，而利润就会越高，股价就会越涨。而且不仅是晶片，日元变便宜了，美国在日本买的一切东西呢都变便宜了，这样美国的通胀呢也会降下来，美联储就不用急着去升息了。再简单来说呢，当日元贬值了，日本买的东西就会变贵，美国买的东西变便宜的时候，美国的通胀就会转移了过去日本。所以美国资本家要的不仅仅是日元贬值，而是要让日元长期一直去贬值，这样才可以长期控制日本的 AI 原材料的上游，而且才可以让日本的钱一直支撑住美股。那么让日元贬值呢，很简单，
就美国资本家砸钱去做空就 OK 了吗？但问题就来了，做空日元这种事情，就好像你去赌场压大小一样，你压一两把赢钱了很容易，但你要连续压赢10年、20年，你要确保这个庄家永远翻不了身哦，这个就不是靠运气了，这是需要长期稳定的一个武器，而这个武器呢，就叫做石油。1年之前我讲石油危机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反驳我，跟我说政治，跟我说军事，说这场仗根本不会打。但是从我商人跟投资人的角度呢，我很坚持这场仗，它不但一定会打，而且还不会那么快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这个国家，它什么都很不错，能做晶片、汽车，还有精密的仪器，唯独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能源。日本它超过90%的石油都是要靠进口的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东的。而中东的石油想要运过去日本呢，几乎全部都要经过一个地方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把这条海峡给封了，不但油价就会像现在这样翻了1倍，而且还可以让整个亚洲，尤其是日本买不到石油，这样日本就只能被迫了去买美国的石油了。而美国的石油不但比中东的贵，而且航程呢要比中东的远，运费也比中东的贵。而这个时候，日本是不是就要花更多的钱去买石油呢？日本是不是就会更缺钱呢？那它缺的是什么钱呢？就是美元嘛。全世界买石油就要用美元，所以当油价上涨的时候，日本就需要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。而想要拿到更多的美元呢，就要卖多更多的日元去换。换句话来说呢，油价的上涨就会逼日本它自己去做空自己日元的汇率。也因为这样，日本上半年的贸易逆差呢，也就是它进口花出去的钱，比出口赚回来的钱还要多1万多亿日元啊。也就是说，当日本它卖东西、卖原材料、卖 AI 设备赚回来的钱，都追不上它买石油花出去的钱的时候呢，它手上的这些原材料和设备还敢不卖吗？而这还没完啊！想要让日元长期的跌呢，就必须要制造一个死循环。当日元跌得越厉害，日本买的石油呢就会越贵嘛。日本买的石油越贵，它就需要更多的日元去换成美元嘛。而这样日元呢就会跌得更厉害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华尔街如果还去雪中送冰，集体的去做空日元，那你觉得日元会怎么样呢？今年2026年6月，对冲基金已经做空了日元13.7万份合约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金融危机以来18年以来最疯狂的做空，日元就跌到了40年以来的新低，听懂了吗？这整个局呢，从韩国 HBM 被收割，到日本套利交易被夹杀，再到石油武器被启动。美国资本家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财富，而是整个亚洲20-30年累积起来的血汗钱。日本跟韩国呢已经有人跳楼了，那下一个是谁呢？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你可以看完这部影片点个赞，然后继续回去过你的生活。等到下一次当类似的剧本发生在台股、发生在美股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呢？还是说你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，让自己不再是那个被收割的人呢？我们有一个投资改命培训营，不需要$100，只需要你是我的粉丝，1分钱美元都不要，直接免费。这堂课要做的就是把你脑袋里面那些让你亏钱的思维清掉一半。这一堂课我会让你知道，在什么时候买股票胜率是最高的，怎么做才不会被套牢，还有如何最轻松，不看财报，不看新闻，不用数学跟英文，更不用去盯盘，也不需要找到翻倍的股票，但是你的利润却能够翻倍的方法。这堂课呢，都是我团队花了无数时间、无数金钱、无数次试错之后总结出来的一套思维。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培训课你最大的亏损就是你觉得没有用了，你觉得还不如把时间拿去看 Netflix 的时间成本而已。但如果真的对你有用，你赚到了，将会是一套可以让你用一辈子的思维方式。这笔账你可以去算一下。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在下面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。而预告一下，下个月开始呢，我们以后所有的课程都将会收费，也就是这个免费的培训营你再也看不到了。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，日本它可以自救吗？你会发现每一次日元跌到绿色那个区域的时候呢，日本就会升息。第一次呢是24年的7月，它一升息呢，日元就反弹了涨上去，涨到上面红色的那条线就又跌回来了。然后呢到25年的1月，当日元又跌到绿色的那个区域的时候呢，日本又升息了，然后日元又涨回去了，涨到上面那条红色线的时候呢，它又跌回来了。
也就是说，红色的那条线就是日元的压力线，只要涨到这条线呢，日元就顶不住这个压力，往下跌回去了。然后呢，当日元跌到绿色那个区域的时候呢，日本它就会升息嘛，然后日元呢就会涨回来了。所以绿色那个区域呢，就是日元的支撑区域。也因为这样，前2年每一次只要日元跌到绿色那个区域呢，我们就会买入日元。然后当日元涨到红色压力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卖出日元。但是去年开始呢，我们就没有那么做了。除了是因为我们当时把钱拿去买更强的黄金跟白银之外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去年25年12月，当日本第3次升息的时候，也就是在日元跌到绿色那个区域的时候，这一次日元算是反弹了，但它并没有反弹到红色的压力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后面美国跟伊朗打起来了，引爆了石油危机了，所以日元很快又跌到绿色的那个区域。也因为这样，6月的时候呢，日本它又升息了嘛，但是这一次的升息呢，日元就不再反弹了，甚至说它还跌破了黄色的那一条线，跌到了40年以来的新低。那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在石油危机之后，日本去升息的这一招呢，已经完全没有用了。升息呢，已经救不了日本的汇率了，那么它就只能用第2招，干预汇率。很简单嘛，就是日本直接拿钱出来去买日元。当市场上有人去卖日元的时候呢，日本央行就说啊，你们卖多少我就买多少。他用真金白银的把日元的价格去撑住。那这方法听起来很直接，对吧？市场卖日元，那我就去买日元。你卖100亿，我就买100亿；你卖1000亿，我就买1000亿。但问题就来了，现在想要卖日元的，它不仅是华尔街的资本家，还有你日本的商人啊，他们必须要去卖日元买美元，才能买得到石油做生意。所以今年2026年4月底到5月底呢，日本央行它动用了730亿美元进场去买日元卖美元。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预啊！但是结果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日元当时呢是涨回来了一点，但是涨到紫色线的时候呢，又跌回去了；跌到橙色线的时候呢，又稍微的反弹回来了。也就是说，紫色线跟橙色线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下降的通道，日元呢就在这个通道里面。每一次涨到紫色线的时候呢，就会往下跌；跌到橙色线的时候呢，又会稍微的反弹一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日元呢，已经进入了一个熊市的下降趋势了。也就是说，卖日元的人呢，比日本央行要买的日元还要多啊。也就是说，干预汇率的这一招呢，已经没有用了。所以日本要去自救，就只剩下最后一招，也就是缩表，把市场上的日元全部收回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日本央行呢，过去几十年，它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印钱，买自己家的国债。这个呢就叫扩表，而缩表呢就是反过来嘛。日本央行把手上的日债给卖出去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连日本的央行都不再借钱给日本政府了。这样日本政府他想要去借钱，就需要付更高的利息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30年日债利息呢已经涨到了4%左右了，而30年的美债呢现在只有5%左右。如果日债的利息涨得比美债高的时候呢，那么全世界借了日元去投资美国的人，他就不会再去投资美国了，而是直接借日元买日本的国债，因为日债的利息比美债高嘛。这样全世界的钱就会跑过去日本，日元呢就会升值。所以这场局的结果呢，只有2个可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日本倒下，亚洲金融海啸爆发。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美国的资本家他成功让日元长期的贬值，那日本会发生什么呢？日本的老百姓就会越来越穷了，因为日元不值钱嘛，它进口买什么东西都变得很贵。日本的企业呢就会越来越弱，因为进口的成本暴涨了，就赚不到钱了嘛。日本的政府呢就会越来越破产了，因为国债的利息吃掉了所有的税收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日本的社会崩盘，经济崩盘。而日本呢是亚洲第2大的经济体啊，是全世界供应链的核心啊。如果日本倒下了，谁能够独善其身呢？ Samsung 还是台积电？整个亚洲的供应链全部都会受影响，就好像当时97年的泰国一样，从一个国家开始，然后像骨牌一样一个一个的倒下去。韩国已经有人跳楼了，日本也正在崩溃的边缘，那下一个是谁呢？但这只是第一种可能啊。第2种可能呢，就是日元暴涨，让 AI 的故事变成笑话，美股崩盘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。
如果日本它真的缩表，真的让日元升值了，或者是石油危机结束了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？日元就会反弹暴涨，那些借了日元去买美股的套利资金呢，全部爆仓，因为你借的是日元嘛，你还的也是日元。日元暴涨的时候呢，你要还的钱就变多了，你的利润就会全部被吃掉，你要被迫卖掉美股去还钱，而你卖我也卖，所有人都在卖，美股一天之内就会崩盘了。AI 的泡沫就直接破裂了 ，Nvidia、Microsoft、Apple 全部都会跟着跌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了，比08年还要狠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恐怖的真相呢？如果日本它先倒下了，那么亚洲的金融海啸就会爆发，韩国、日本、亚洲各个国家都会被收割。而美国的资本家呢，就好像97年一样，带着钱去撤退，亚洲人20-30年赚回来的钱呢，全部被合法抢劫了。但如果日元自救成功呢？日元暴涨，套利的资金被平仓，美股崩盘 ，AI 的泡沫破裂，全球金融危机就会爆发，全世界就会一起死。那你觉得谁会赢呢？而韩国跟日本收割结束之后，你觉得下一个被盯上的又会是谁呢？谁的身上又有美国想要的东西？谁又掐住美国的命脉？谁又让美国的资本家睡不着觉呢？你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跟我疯狂的、理性的、有证据的去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，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，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跟福利下架之前，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。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？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？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。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